欢迎收听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深入聊一份蛮有意思的资料，是关于一个英国学生叫小明，看他是怎么开始他的中文学习之路的。你可能也会想，他为什么想学中文？然后过程中又碰到哪些挑战？这份资料是从小明中文学习之旅里摘录出来的。里面提到小明一开始其实是被那个丰富的中国文化给迷住了，像是历史啦、电影、书法，还有吃的，就是这些东西。你可以想象一下可能在伦敦的什么文化节看到舞龙舞狮，哇，那个场面可能就点燃了他想学习中文的火花。对，这种因为对文化有兴趣才开始学习的那个动机通常很强。不过资料也马上就点出第一个算是大魔王关卡了，就是中文的发音，特别是那个声调，对吧？里面有个例子蛮好笑的他说小明把马3声说成骂4声，这个对刚开始学的人来讲，真的很常发生。对啊，听起来是有点让人挫折但重点是他没有因为这样就放弃。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想跟你一起来看看的，他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克服像发音这种困难，然后建立起他自己的一套学习方法。这份资料里面我觉得有趣的是，他不只说小明很努力，他还蛮具体的讲了他的方法。像面对发音的困难，他不是傻傻的一直练而已，他是建立了一个可以说是蛮规律的计划，每天早上固定15分钟做中文的听力练习。15分钟？那他听什么？来源很多podcast、故事还有那个课本附的音档，然后下午的时间他就专心阅读，先从课本开始，然后可能看一些比较简单的文章。这个结构化学习，看得出来蛮重要的。而且他好像很重视笔记对，资料有提到，他不只是抄单字他会把那个拼音，就是用英文字母标注发音的那个系统，还有例句，通通写下来。这对记忆很有帮助。绝对是。那如果看到不认识的字，就是那些方块字、汉字，他怎么办？这个部分就显示出他蛮懂得利用资源的。他会用那种传统的纸本字典翻来翻去那种。哇，还用纸本的？对，但他也用现代科技啦，像是手机里的那个 Playco App， 还有 Google 翻译。甚至他还会把路上看到的汉字拍下来，然后用 App 去辨识、确认发音。这招不错真的等于说，整个城市都是他的学习教室了。这点真的蛮有启发性的。就是说，工具本身可能不是最重要，重点是，你怎么把它们用到你的日常练习里面去？那他在课堂上呢，跟老师的互动怎么样？资料里看起来，他的老师非常强调互动。不是那种老师在上面一直讲，下面抄笔记而已反而是设计了很多活动像是角色扮演。资料还说小明扮演过服务生点菜哈哈，那应该蛮有趣的。对啊，还有什么中文小剧场，甚至玩那个成语接龙。成语接龙就是用那些4个字的词语。对，就是那个。这种方式，可以让学习变得很活用，不是死背。听起来那个课堂气氛应该很不错。那同学之间呢，有没有什么互动？这个也是一个重点。老师会安排那种小组讨论，让同学可以互相分享笔记，甚至会互相改对方的那个写作作业。这个好。对啊，所以学习不只是跟老师学，跟同学之间那种交流给回馈，其实也蛮重要的。而且小明还把学习带到课堂外，跟朋友约好用中文点餐去参加那种语言交换的活动，把练习变成生活的一部分。没错，就是这样，甚至变成游戏，像玩字卡什么的。听起来他为了那个期中考试真的是做了蛮多准备的。那结果怎么样？资料说，经过几个月这样密集的练习，涵盖听力、阅读、写作还有口说的期中考试就来了。他当然也是会紧张啦，不过因为平常的练习够扎实，所以就顺利通过了。太好了，
对，而且这里有个亮点，是他考过之后说的一句话，我觉得蛮值得我们想一下的。哦，他说了什么让你觉得这么深刻？他说，学中文虽然难，但真的很有趣，而且值得。虽然难，但有趣而且值得。就是说，学习语言的回报不只是那个考试成绩单上的分数，更多的是你在这个过程里找到的乐趣，还有，他帮你打开了跟不同文化连结的那扇门。我懂你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回头看小明这个故事，可以总结出几个点。一开始是从对文化的热情出发，这个动力很强。然后他下定决心去克服像发音这种，一开始会遇到的困难。再来是他建立了一套有系统的学习计划，里面包含了听力、阅读、写作的练习，也懂得去用各种工具，像是字典、笔记、课本，还有现代科技。对，还有跟老师、同学的互动，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课堂外，都非常重要。然后这所有的一切加起来，就帮助他跨过了考试这个里程碑。没错，对正在收听的你来说，这个故事是不是也让你想到，可能自己过去学习某个东西的时候，也有类似的片段？是，它其实提醒我们，就是学习路上碰到困难，是很正常的啦。关键是你能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，还有那个节奏，然后持续的去练习，并且去享受那个过程中的一点点进步。小明的经验就告诉我们，语言真的不只是沟通工具耶，它更像是一座桥梁，让你去探索新的文化，认识新的朋友。从一开始搞懂基本的拼音，认识那些汉字，到后来能够运用一些成语，甚至做一点简单的翻译，其实每一步都很有意义。最后我们留一个问题给你思考一下：从小明这个经验里面，有没有哪一个看起来很小，但是你可以持续去做的行动，是你今天马上就可以开始把它放进你自己的学习计划里的？不管你现在学的是什么都好。